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韩国的核选择。外交事务。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导致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与首尔的传统盟友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现在朝鲜已经发展了远程核能力，美国城市将在半岛的任何冲突中处于火线。随着朝鲜的导弹将能够越来越多地到达整个美国，美国决策者必须审查美国参与的风险。因此，美国对韩国的核承诺是建立在危机期间可能无法兑现的承诺之上的，而不仅仅是保证。解决方案在于欧洲冷战的历史。当苏联在欧洲各地部署核武器时，这让美国的盟友焦急地质疑美国是否会冒住公民保卫欧洲的风险。作为回应，沿着核连续体颁布了一系列选择，从美国前沿部署的核武器到独立的欧洲核武库。今天，这些相同的选择可能有助于确保韩国的和平未来。首尔可以与华盛顿合作，加强对平壤的威慑，并为两国的长期联盟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他们可以考虑一系列选择，包括更新美国战略，以增加对韩国的承诺；首尔获得自己的核威慑力量。爱尔兰曾经承诺永远不会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现在正在审查其在朝鲜危机中的立场。美国现在必须发挥积极作用，确保其与主要盟国，特别是韩国的关系足够牢固，以阻止朝鲜的侵略行动。习近平为什么要重塑中国文化史？外交政策。中国官方媒体支持习近平总统最重要的全球文明倡议，这是上个月公布的3个新框架之一。该倡议可能会通过与其他2个框架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联合起来重新命名，旨在确保主权至上，并呼吁发展道路多样性，而不是民主或西方化。它的核心观念是不同的文化价值关源于传统。中共官员专注于创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产品，而不是任何创造新文化的尝试。审查制度使商业创作者不敢表达任何可能被认为不合适的想法，尤其是宣传宗教习俗或信仰。然而，预计中国官员将推动全球文明倡议，以争取习近平的批准。美国联邦当局已对中国远景和官员发出起诉书，指控他们对美国的华裔持不同政见者采取骚扰行动，包括在纽约市设立非官方远景局。这代表了中国针对美国侨民的行动又迈出了一步。中国最近出现了破纪录的气温，导致南方几个省市4月份创下新高，迫使当局重新考虑气候适应计划，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升级了从三峡大坝到南水北调等大规模环境工程专案。政策制定者吹捧太阳能和风能的更清洁替代品，但碳排放量仍在增加。上周，印度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中国。据报道，作为回应，北京的生育政策现在对受过教育的妇女施加了生孩子的压力。印度的优势与陷阱，不因为中国拥抱美国。外交官。根据布辛达尔、辛格 Bhupinder Singh 撰写并在亚太政策协会 Asia 与 Pacific Policy Society 上发表的一份报告，印度的多项外交政策旨在通过避免严格的联盟来保持其自治权并利用其选择。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破裂关系中，印度正面临考验。文章指出，尽管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日益密切，但印度的外交政策对完全拥抱美国仍持谨慎态度。在没有数学公式来显示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荣耀之路的情况下，新德里需要不断重新置放和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战略，以驾驭地缘政治的不确定之风。他总结道：大平衡，卢拉在中国与美巴关系的未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巴西总统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于2023年3月访华，签署了15份谅解备忘录和20项协定，涉及农业综合企业、社会问题合作和气候变化等议题。这次访问证明，巴西旨在与中国拉近距离，远离与美国的关系，因为其新的外交政策优先考虑巴西战略自主的多边方法。然而，这一转变引起了巴西政策制定者的担忧，因为对中国的日益依赖可能会危及其不结盟战略，以应对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系统性竞争，特别是在乌克兰、俄罗斯危机的背景下。巴西的新外交政策战略旨在美中战略竞争等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中立。与布希和奥巴马政府在加强巴西与美国关系方面投入巨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淡化了巴西与美国的关系，对博尔索纳罗一直试图加强的关系管理不善。正因为如此，卢拉打算寻找其他国际行为体，特别是与巴西支援的全球叙事的国家，如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合作伙伴。卢拉访华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是这涉及更广泛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巴西寻求更多样化的合作伙伴的投资，因为它试图减少其对美国的历史经济依赖。中国目前向巴西提供的贸易最多，自2009年以来一直是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但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性引发了对中国日益依赖的问题。尽管如此，它也凸显了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巴西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并在美中战略竞争等重大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中立立场。为什么台湾对美国很重要？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保护台湾免受中国的潜在入侵是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但乔·拜登总统的最高顺序决策者之一科林·卡尔和美国国防战略的设计师在与 FT 的拉维·阿格拉瓦尔 Ravi Agrawal 在 FT Live 上的对话中提供了进一步的见解。卡尔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持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在评估整个印太的趋势，台湾是拼图中的关键部分。他还强调，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成熟度、技术进步和民主，这增加了人们对中国接管的担忧。公司认为他们可以忽略地缘政治。不会了。外交政策。维莱韬越和牛津分析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93%的跨国公司在2021年报告了地缘政治不稳定造成的损失，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35%。地缘政治风险显著增加，预计企业之间的动荡将增加。在 BP 决定离开俄罗斯石油公司和2家企业之后，试图离开俄罗斯的公司遭受了重大损失。此外，公司现在被要求在被允许离开之前支付强制性捐赠。与此同时，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如果本国不越北京，就有可能成为行动的目标。该报告还显示，由于在全球化经济中运营的绝对风险，近70%的公司已经购买了政治风险保险，该保险旨在使公司在风险较高的国家运营。俄罗斯和中国的交易对受访公司的政治风险损失最大，其次是印度、巴西和英国。美国右翼分子不断将文化战争与实际战争混为一谈。外交政策。一些美国保守派政客和媒体人士一直在赞扬中国和俄罗斯军队，引用宣传视频作为美国军队被阉割的证据。然而，这些视频并不是战斗力的可靠指标。真正的俄罗斯和中国军队受到虐待、性侵犯和压制原创思想的破坏。此外，一支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军队，欢迎各种背景和取向的人，使美国军队更强大、更有效。迷恋威权军队的政治家不应利用美国军人作为表达政治观点的物件，而应专注于提高美国军事平台和物资的战备状态。文章认为，以这种方式贬低军队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不尊重美国军人是危险的。为什么纽西兰总理要去布里斯班，而不是北京？外交官。纽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即将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表明纽西兰外交政策的政策转变。Hipkins 对布里斯班的访问。布里斯班是大约10万纽西兰公民的家园，时间安排在澳新军团日之前。澳新军团日是澳大利亚和纽西兰陆军在2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损失的年度阵亡将士纪念日。这次访问恰逢宣布澳新军团计划，这是一项新的伙伴关系，涵盖两国之间的战略接触、能力、培训、准备和共同的人事问题。预计澳大利亚还将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为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近100万纽西兰人提供更慷慨的公民身份途径。此次访问正值纽西兰越来越多地反映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例如接受邀请参加7月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此外，纽西兰国防部长上个月宣布，该国有兴趣加入 AUKUS 安排的第2个支柱，该安排侧重于网络技术。阿富汗的 Kashtipa 运河对中亚意味着什么？外交官。塔利班正在巴尔赫省修建 Kashtipa 运河，作为其基础设施专案的一部分。这些建议将导致每年从阿姆河转移多达100亿立方米。由于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严重依赖阿姆河供水，任何供水变化都将严重威胁两国。
关于分享阿姆河水资源的最初协议导致苏联和喀布尔政府开发该盆地的水资源，导致土库曼从中汲取大部分水的巨大卡拉库姆运河的建设。目前管理该盆地的协定即阿拉木图协定，假定阿富汗只能从阿姆河转移21亿立方米，远远低于 Koshtipi 运河预计的开采量，估计每年为100亿立方米。阿富汗旨在促进 Koshtipi 运河的建设，同时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违反共同管理跨界水资源的原则，但这可能会对邻国的供水构成严重风险。然而，如果阿富汗和地区国家共同努力，它可以进一步巩固塔利班对多年来与恐怖主义做斗争的系统的控制。因此，合作可能是积极的，特别是拟议的 TAPI 土库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专案。该专案可以通过允许进入天然气新市场而使中亚地区受益。西方政府希望摆脱苏丹的噩梦。外交政策，西方政府正在为苏丹的外交官准备撤离计划，因为暴力事件不断升级，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并使外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内部备忘录详细说明了外国外交官、国际组织官员、援助工作者和数千名外国公民如何成为与强大的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RSF 结盟的战士的目标，骚扰甚至性侵犯。在官方军队和 RSF 之间几个月的紧张关系之后，两位敌对将军之间的战斗爆发了。这两位将军正在竞争以武力控制该国，尽管由于国际压力而同意了一系列短暂的停火。该国的外交官正在就地避难，但美国正开始制定应急计划。苏丹的冲突有可能破坏该国脆弱的政治平衡，并使其在多年的内战和专制统治之后向民主过渡的努力背井离乡。根据联合国内部档，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以及附近的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州地区发生了战斗，而许多苏丹公民的局势也变得严峻，因为水和食物不足，暴力正在扩大。由于战斗，医院暂停服务，更多的居民区遭到轰炸。谢谢收看评论简报。